2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蛤蜊。对于河鲜和河蚌，昆桑养过一些。通过测试，它们确实具有净化水质的能力。这次昆桑在超市购买了一些蛤蜊，把它们放到这个提前兑好海盐的缸里。过了一会儿，有的蛤蜊打开了自己的贝壳，慢慢的伸出了一条腿来。缸里还养了2只大虾。那么这些蛤蜊在吃什么呢？是过滤虾的粑粑啊，也就是时间简史。而且这只在偷偷的过滤。1天后，很多蛤蜊钻进了沙子里，但是有一些还在沙子上面，看得出来，大部分蛤蜊都是活的。2天后，没有发现蛤蜊被虾吃掉的迹象，反而是大虾蜕壳了。蛤蜊们身子大部分钻进沙子里，露出沙子的只有一小部分，还有2根管子。这2根管子是什么作用呢？是不是和过滤器里的进出水管很相似？在这沙子里也不方便观察。昆桑准备了一些透明吸水珠，吸水后会变大，把它们作为透明的沙子，把蛤蜊们洗干净，放到这个透明的沙子里，加上人工兑好的海水。蛤蜊的行动比较缓慢，那就得靠相机来拍摄延时摄影。1天后来观察拍下的画面，蛤蜊们都钻进了透明沙子里，接着它们慢慢的伸出了自己的嘴巴，在找吃的，好像埋进土里的种子开始发芽一样。大部分蛤蜊伸出了管子，它们试着伸长管子，努力让水管到达沙子表面。原来这样可以吸收水中的有机物和浮游生物，在沙子下面的画面很难看得到。原来是这样的，这确实很神奇。蛤蜊们伸出的水管好像一片森林一样，这2根吸管还真的和过滤器的原理一样，一个大一些的嘴巴用于吸水，一个小一些的嘴巴用于吐水，排出残渣废物。经常锻炼，水管才会变大。兄弟们，如果平时缺乏锻炼，这里推荐一个锻炼伙伴，适合新手的白石惠子，还有其他进阶高段位印选啊。透过透明的沙子，可以观察到蛤蜊的生活方式。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人走到沙滩或者地震来的时候，躲在沙子里的蛤蜊们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模拟一场地震吧。昆桑使劲晃动鱼缸，水差点都晃了出来。蛤蜊们感觉到危险，把水管都收缩了回去。但是还有2-3个蛤蜊，它们反应比较迟钝，并没有收缩起自己的水管。那我们用手摸一下，发出的嫩芽又缩回了种子里，和河蚌一样。昆桑很好奇，这些蛤蜊可以净化水质吗？同样准备一个容器，里面放好了人工海水，加上小球藻。为了做对比，旁边也放一个相同的容器作为对照，放入同样剂量的小球藻，只放了一点点小球藻，这水就绿的不行，看着很有食欲。我们来尝一口看看。哦，苦里带点咸，咸里还有点苦。拿出今天的主角蛤蜊，可以看到它们缓慢地伸出了2根水管，一个用于吸水，一个用于排水。取出10个蛤蜊，放到左边的容器里，水并没有溢出来，看来10个还太少，我们继续放10个。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蛤蜊伸出了水管，它开始吸滤水了。另外一个蛤蜊也伸出了水管，感觉到了一点动静，它就缩了回去。1个小时后，2缸水并没有发生什么差异。2个小时后，水还是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左边的这缸绿水表面漂浮着一些东西。3个小时后，左边的绿水颜色明显变淡了。10个小时后，昆桑又来观察鱼缸，蛤蜊们都伸出了长长的水管，它们在不停地吸水，过滤水中的小球藻。那些一坨一坨的绿色物体，就是它们拉的粑粑啊。通过吸收水中的有机物进食。左边那个肉就是它的舌头，也可以说是它的脚丫子。通过舌头在海底移动，挖沙子并钻进沙子里，也确实很奇葩。16小时后，感觉左边缸里的水颜色更淡了，和右边的一对比就很明显了。1天后，2缸水很明显不一样了，左边的透明度高了不少，从上面看更明显。左边缸的水面漂浮着很多绿色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是蛤蜊吸收小球藻后排出来的废物吧。水里的小球藻慢慢变少，水变得更加透明。这个实验证明，蛤蜊是有净化水质的能力的，和河蚌、河鲜有相同的能力。好了，本期蛤蜊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